你以为鹿港只有小吃吗？当然不是，这次我们要一次攻略23个鹿港美食与景点体验，保证内容精彩满满。行程从一府、二路、三艋甲的二路鹿港出发，先走进龙山寺，感受百年古刹的宁静氛围，再冲向鹿港小吃宴，一路品尝在地必吃，从肉包、蚵仔煎到玉丸、虾猴，各种特色美食全都不放过。不只是吃，我们还要逛古宅老街，做各种体验，探访小店，喝咖啡，最后再来一颗超厉害的蛋黄酥，享受最地道的鹿港下午茶。最后带你走进充满古早味文艺气息的巷弄角落，一边散步一边说着鹿港小故事，保证让你深深爱上这个地方哦。我们今天来鹿港老街商圈一日游，第一站呢，当然是要先来鹿港的一级古迹鹿港龙山寺。那其实我们大家最知道的呢，龙山寺呢，大概是万华龙山寺。那其实全台湾的龙山寺呢，总共有5间，都是从福建泉州的安海龙山寺分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看这个鹿港龙山寺，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吧。首先，我们一进来就是来看这个八卦藻井，它是台湾现存最早，然后规模也是最大一个样式很精美的藻井。那这个藻井呢，它其实是代表的就是说，很像天空的概念啊，与神沟通的感觉。那其实它上面的这个装饰呢，非常的精美。那藻井呢，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戏台，酬神戏台。有没有发现？因为它其实是在正对着神明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如果你是要酬谢神明啊，演戏给神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藻井呢，除了宗教的意义上，其实它也有实用的意义。比如说早期的话呢，是为了通风；那后来呢，其实它作为戏台的一个屋顶的话呢，它也是有增加声音共鸣的效果。第二个看点呢，就是这个咸丰钟，它可是国宝级的文物哦，至今哦已经有167年的历史了。然后上面呢有刻了一些字，像当时的6位很有名的官员的名字就刻在上面。所以说啊，如果你当时不够有声望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名字刻在上面的。这间寺庙的格局呢是3进2院7开间。那进的话呢，指的是众生，像我们走进来啊，戏台为1进，那这个地方是2进啊，后面呢是3进。那2院的话呢，还有前院跟后院。7间的话呢，指的是宽的部分2根柱子形成的一个距离，所以总共是有，你可以数一数，有7个隔间。我们来到鹿港龙山寺呢，除了拜拜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之外呢，其实门口这2棵大树也可以来看看，它们已经有210岁了。然后整个寺庙都充满了斑驳跟岁月的痕迹，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拍拍照，真的每一个角度都很漂亮，很有古刹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山行街，它以前呢是杉木交易的市场。你看到街道2旁呢，其实大多开的都是木材行，然后贩售的呢很多都是福州的杉木，所以因此得名的。来到山行街啊，除了街道古色古香之外呢，它街上也有一些古宅啊，还有书店啊，很值得一看。我们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现在进来4支堂，这边呢原本是一间经营3代的老中药铺。那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个画像呢，是他们家的祖先，叫做杨震，他是一位清代的清官，因为行事作风呢秉持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大人小孩都听过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才取名叫做4支堂。这间老房子呢，其实到现在他们都是还居住在里面的。但是前面这个空间呢，他们是作为展示，然后开放给大家参观，摆放的是一些他们过去生活上使用的器物，非常有年代感，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没有见过的。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有哪些有趣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老式的吹风机。没想到以前吹风机就已经是长这个样子，拿起来还蛮重的。然后我比较疑惑的是，它难道不会吹一吹烫到吗？因为外壳看起来很像金属的，而且还蛮重手的。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是古时候的婴儿床吧？
那这个呢，大家看得出来吗？它很聪明哦，它是一个母子椅，就是如果你这样子放的话呢，是给大人坐的。然后像刚刚这样子放的话呢，就很像我们小孩的餐椅，有没有？小孩坐这边，然后它前面就有一个小桌板。我们现在来到书籍喜事，这是一间二手书店。那它这个房子呢，也是很有历史感啊，大概是从1931年到现在日本时期的时候。那它前面呢，主要是做二手书籍的贩售，那后面呢，他们也是可以进去喝茶的。With me, nobody has to know. 这个角落很有味道，我发现墙上呢贴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这个是老板的收藏。他呢这个叫做公学校理科书，然后公学校修身书。什么是公学校？就是日本时期的时候呢，台湾人念的小学就叫公学校。那这些呢都是他们以前的教材。现在来到鼎泰兴水蒸蛋糕，我每次来到鹿港呢，都一定要来这边买咸蛋糕。这家我没有试过，所以我想说来帮大家试试看这家好不好吃。那我买了2个口味，各买了半条价目表在这边。然后我今天买的是咸蛋糕，还有一个黑糖口味的。对啊，借了一个盘子，切了一下来吃一下。先来吃个咸蛋糕。哦，这个一摸起来啊，就非常的松软绵密哎，它吃下去的感觉就跟我手这样子的触感一样，就是松松软软，而且海水度我觉得蛮高的，吃起来完全不会干。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重点，就是不要吃这种很干的。哇，这个给过。然后呢，里面的肉燥啊非常的香。这个蛋糕呢，它咸甜，但是咸不会过多，甜也不会过多，非常的平衡。你可以一次吃一大块都不会腻。我凑近鼻子闻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黑糖香了。那放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到黑糖的存在，可是不会觉得它太甜。这个我好喜欢哦，就是闻着香，但是尝着不甜。它中间还加了葡萄干，你知道葡萄干的时候呢，会特别的惊喜。上来鼎泰兴的楼上，它这边2楼、3楼呢，本来就是餐厅的空间。除此之外呢，它有个特别的服务，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呢预订到鹿港的小吃宴。因为它小吃宴呢，一桌呢大概是10人份，所以我们就扣了一些在地的朋友，人数不够，朋友又扣了朋友，那他们还没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些菜色。这桌小吃宴呢，其实就是集合鹿港很多的在地小吃，很多都是老字号，比如说像这个素猪玉丸啊、3姐妹蚵仔煎，然后网网面线糊，还有这个肉羹泉。到齐入座了，那我们就开动了。那挑个几样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呢是林明堂素食面的豆包，我刚刚已经有先吃一个了，这超好吃的，里面菜汁啊很甜，里面有高丽菜、笋丝、胡萝卜，很像那种很精致的港点。然后豆皮吃起来呢还有一点炭烧香气。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其实很像虎皮卷跟春卷的综合体。这个呢是在地的乌鱼子，它在鹿港这边呢是唯一一间在贩售乌鱼子的，所以如果来这边你想买乌鱼子，就只有在那边买得到，而且它也是一间老店。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乌鱼子很香，而且我最喜欢那种乌鱼子是咬下去呢还会有点粘牙的感觉。这家很特别，它是蔡泽记水晶饺燕饺蒸丸。
它呢位在鹿港的第一市场内，然后它是一家100年老店，听说是全台湾最好吃的水晶饺之一。那说真的，我们这些游客呢去到那里很难买它的东西，因为呢它都是个别品项，一斤一斤称斤在卖的。然后呢，它虽然有卖综合汤，可是呢它没有内用，所以在地人都是这样子买一袋一袋回去装在汤碗里面喝。那我们呢在这个小吃店里面就可以轻易吃得到。哇，这是号称最好吃的水晶饺，我们就来试试看。它水晶饺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它好咬蛮多的，然后里面的内馅呢非常的香甜。再来这个是蒸丸，那蒸丸里面呢加了荸荠，所以吃起来脆甜脆甜的，很清新的感觉。而且其实我蛮喜欢它外皮那种粗糙的那种手工感，吃下去其实是饱含汤汁，我最喜欢这一颗了。接下来吃这个燕饺，看起来也是很厉害，它非常扎实，然后皮薄。它的形状其实跟外面就有点不太一样，它比较短一点点，然后咬起来呢很有咬感。我觉得它很像小热狗包的皮这样子，而且它的外皮也比别人有嚼劲。它的汤头也非常的不错，用了很多的萝卜，再跟刚刚的那些丸子的肉汁混合之后，变成一个很浓郁的味道。如果它有办法内用的话呢，我一定会专程去吃的。这个是鹿港有名的小吃肉羹卷，我觉得在这边呢，就是如果你是假日来到鹿港的话，不用大热天去排队，很棒。它的肉羹呢，其实咬起来还蛮柔软的，而且整个羹汤呢很甜，都是菜甜。而且我觉得它很好入口，而且咬起来很轻松。我觉得如果你在长辈啊吃这个是，他们绝对是 OK 过关。因为我之前有跟你妈吃过那个肉羹啊，是比较硬的，你妈会比较咬不动这样子。这一间是鹿港的名店网网面线糊。喜欢吃这一间的人啊，他们都喜欢它非常薄口的那个面线，说浓度非常之高。啊，其实我还蛮喜欢它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拍过嘛，它热热吃很好吃，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放冷了，我觉得更好吃它那个甜度啊，跑出来了。鹿港的小吃啊，大家会发现说，如果有勾芡的，它勾芡都会比较重一些。这个其实跟当时就是鹿港这边码头商业很兴盛有关系，因为很多的码头工人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很需要体力，所以就在这个羹汤里面呢，加入更多的芡呢，让它的淀粉是比较多的，吃起来比较有饱足感。像面线啊，就是大家都喜欢吃这薄口的，要加卡巴这样子。这个是玉香筋鲜肉包，它的外皮啊 Q 弹，内馅呢则是非常的油香，我觉得吃一颗呢就可以非常的有饱足感。这是三姐妹蚵仔煎，它是鹿港老街在地名店，每天呢是使用新鲜的珍珠科去制作的。那我们刚刚讲说啊，鹿港的特色呢就是有很多的淀粉，然后它也是一样，它的这个蚵仔煎呢非常的厚实感，吃起来很像粉浆蛋饼，然后皮还脆脆的。对啊，我刚刚这样说，怎么有种熟悉感？还蛮好吃的，我蛮喜欢这种酥皮的。大家如果吃过粉浆蛋饼就知道了，你可以试试看。这是素猪玉丸，我们每次来鹿港呢，几乎都是必吃，而且还会买一些回去当做伴手礼。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有100年的历史了哦，而且呢，它每天都是使用那种就是严选的芋头啊，像是甲仙啊、大甲，还有花莲的槟榔芋头，所以呢，哇，特别的好吃。进到点心的部分呢，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蛋黄酥。这家呢是嘉禾专业烘焙，来试试看。这蛋黄酥的外壳啊特别酥，尤其是它的底部，我觉得吃起来很像金牛角的尖尖，而且是好吃的那间，没错没错。对，然后再来是它的豆沙呢，虽然说非常的饱满，可是一点都不甜腻。然后蛋黄呢够湿润、够新鲜，就够香、够好吃。差点忘了这个重要的鹿港小吃，它叫做虾猴酥。那它的学名呢是叫做蝼蛄虾，是一种生长在潮间带泥滩里面的生物。那其实是彰化沿岸啊、鹿港这一带的特有种，所以小吃里面呢都会出现这一道，把它炸得酥酥的，下酒很香。这个越吃越刷水耶，我觉得它把它摆在点心应该也是不为过啊。它比起西虾来说呢，又更有肉一点。为什么没有人把它做成一罐一罐，然后带回家这样子慢慢吃，这样子很不错。对啊。我
们刚刚吃的水蒸蛋糕呢，在小吃宴里面一样也有，这个呢就留给大家现场吃，剩下的我们带回家。哦，我们吃的好饱，要继续下一个行程了。那大家应该是对这个小吃店很感兴趣吧？这边提供一下资讯给大家，你们只要去 Google 地图呢，搜寻鼎泰兴水蒸蛋糕，打他们的电话就可以直接预定了。那它是有开放一般民众预定的，但是是以桌为单位，一桌10个人。所以如果你是家族旅行啊，或是有很多亲朋好友一起的话呢，我觉得你来订这个小吃店就很适合，不用一家一家去排队。在吴兆勋书法馆，鹿港这边呢，因为历史悠久啊，所以也培育出了很多文人墨士。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书法馆里面逛了一圈，来到了2楼，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吴兆勋老师啊，他的书法风格非常的多样，字体很多变，而且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他的作品。这个是老师的字，上面写"淡定"2个字。然后呢，它非常的有趣的是说，你看哦，讲到淡的时候呢，它的墨啊，就真的比旁边的那个字还要更淡一点，体现出它淡的感觉。然后定呢，你稍微观察一下，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你看里面像一个人，然后在定做的样子，就呈现了他那个定的感觉，有没有？我想买回家，然后这个送给你。这是一个鹿港味的客厅。什么叫鹿港味呢？据说呢，鹿港人啊，很多客厅都会布置成这样子，就是后面呢要有这些字画。那从这些字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家庭他很在意，比如说孝道啊，他可能就会写个什么孝悌之类的。然后做生意的讲诚信啊之类的。所以你从这个字画呢，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来到书法馆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幅，它号称是全台最长的书法作品，它总共有3层楼高哦。那这幅呢是老师写苏轼的《赤壁怀古》，它用的是隶书，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来到这边呢，千万不能错过这一幅。我刚刚一进来就狂拍这个，因为真的是太壮观了。很多外国人来到这边啊，都会来挑一个字，然后呢 DIY 写上去，因为怕外国人不会写啊，所以还特别的弄了一个稿。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个绢扇呢放上去啊，用描的方式，你就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个很漂亮的扇子了。推荐大家来体验一下修身养性。我们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刻印章的话，可以来这边，因为每一次刻印章的时候呢，都是老师亲手帮你写一次名字，所以你下次再来想要写一样名字的时候呢，也是会得到一个不完全一样的作品，所以那个印章呢，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现在来到旗袍美学文化园区，这个房子呢，它已经有170年左右的历史了。那它现在就是做一个再生改造，然后把它变成旗袍美学文化园区。那你在这边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旗袍的体验啊，然后它也有提供就是妆法，那你可以在这个园区里面拍照，或者是你也可以到老街里面去拍照。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做飘漆扇的 DIY。这里面啊，旗袍的样式非常多，有长袖的、短袖的、朴素的，或是华丽的都有。那大家真的是要来自己亲身试试看啊，才会知道说，什么样式适合你。除了旗袍之外呢，这里的配件也是一应俱全，让你出去拍照的时候呢，整体感是很足够的。那价钱的资讯的话呢，他们租借旗袍看你选择的样式是600或者是1000。园区里面呢做了很多的造景，感觉你穿旗袍在这里面呢就可以拍很多照片了。我们现在来做飘漆纸扇的 DIY， 这上面呢有设计一些 logo， 蛮可爱的。你看哦，这个屋顶啊，它是一个马背的形状。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老屋呢，它的屋顶就是这样子。这个是鹿港的特色，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图案呢，其实就代表了这是鹿港的房子。刚刚店员有跟我们讲解一下要怎么样去做这个飘漆扇的 DIY。首先呢，你要用一点油啊，先把扇子这个木柄的部分呢稍微上一下，这样它等下就不会染色。那我们可以选3种颜色啊，滴到水里面。那因为它这个漆呢是不溶于水的，它会飘在
水面上，然后你可以用吹的方式让那个风啊，让水纹有点流动，或者是用这个木棒啊去搅拌它，让它变成不一样的花样，然后再用一些旋转的手法呢，去让这个扇子啊沾满这个颜料。那你拿上来之后呢，你的飘漆扇晾干就完成了，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飘扇，你永远不可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没错。好紧张，我们现在要把扇子放下去了，记得你的流苏要抓紧，不然流苏也会染色的。很像彩绘艺术家。你最好讲话小心一点。我们现在让它晒一下，等一下再来看作品。先看一下别人漂亮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在这边。其实晒一晒蛮好看的，蛮有那种鹿港的夕阳的感觉。对，夕阳配色，就叫它鹿港的夕阳好了。我们现在来到新口味蛋黄酥，这间蛋黄酥呢，这两年非常的有名，它是跟不二坊啊，还有陈耀迅齐名的，甚至有人说呢，他觉得这家是全台湾最好吃的。那现在是因为快要中秋期间了，真的一颗难求，能吃到啊，这个是很幸福的事情。我跟你讲，我 FB 上面的朋友啊，他说他是彰化人，他说彰化快要变成蛋黄酥的城市了。这间店很特别哦，你在这边呢可以直接享用蛋黄酥搭配茶或者是咖啡。那现场呢当然也有盒装的蛋黄酥可以买，只是说因为现在接近中秋档期了，那所以呢店家有制定一些规则，那我就放在这边，大家自己看一下，因为真的很长。点了2个套餐，一个是150的台式下午茶套餐，它就是1杯饮料任选加上1颗蛋黄酥，然后另外呢就是300块钱的蛋黄酥冰淇淋套餐，1杯饮料任选，然后有一个蛋黄酥口味的冰淇淋，超特别的，然后一样有1颗蛋黄酥。那刚刚我们呢有跟朋友借1杯拿铁来拍摄，先来吃冰淇淋，好期待哦，没有吃过这样口味的冰淇淋哎。猪脚的都吃过，没有吃过蛋黄酥的。满嘴都是咸蛋黄的鲜香，好舒服哦，超喜欢的而且吃得到那种咸蛋黄沙沙的口感推荐大家来一定要吃一下，喜欢咸蛋黄的人呢，绝对不能错过的东西。我真心觉得彰化是一个拿捏咸甜最厉害的一个城市了。这一颗蛋黄酥的名声我早有耳闻了，今天终于能够试到它。平常我们自己要买呢，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定要来到当地呢，你才能够轻易的买到它。它不知道有回烤过还是怎么样，吃起来是温热的，而且很酥，一咬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听到那种啪嚓东西碎掉的感觉。它的蛋黄啊，沙感非常的重，而且呢，你一咬下去，满嘴都是蛋黄的鲜香。好喜欢这颗哦，真的跟那些名店啊，就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不是人家它就是名店。饮料的部分，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西西里咖啡，还有白花四季春。茶跟咖啡都非常好喝，不管点什么都可以。它跟蛋黄酥呢都很合拍。我个人觉得这样子一套150真的是太棒了，有点想要搬过来。这是我们的相机福利，他们的虾饼鱼酥条啊，也是做成蛋黄酥风味的，很特别。那我们刚知道一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刚吃的蛋黄酥冰淇淋呢，他们是跟雪王合作的，这个非常雪王的作风啊。就我们刚才讲的猪脚，就是在雪王吃的。没错，这饼干好好吃哦，尾韵真的有蛋黄酥的香气耶。我跟你讲，他如果再给我什么东西，我不会要，因为真的会越吃越胖，真是太好吃了。我
们现在在桂花巷艺术村，你能想象吗？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土地呢，在清代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条贸易河道。那后来随着海岸线渐渐的退去呢，这边啊被人们填平。然后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呢，在这边造了日式警察宿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改建过后的样子，但是还是保留了浓浓的日式风味。那其实这边呢，它算是一个日式建筑群，总共有10几间房子吧，规模还算蛮大的。那我觉得如果在傍晚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散散步啊，其实还蛮舒服的，风吹过来凉凉的。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发展基地，每一间宿舍里面呢，它其实就是一间传统工艺工作室。你可以看到这边啊，竟然还有捏面人呢，已经越来越少在市集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了。这里是鹿港时代干妈店，里面真的有很多童趣的东西。我觉得这边呢很适合你3代同堂一起来玩，因为呢，如果是阿公阿嬷的话呢，看到这些呢，可能就会回忆起他的小时候。那爸妈来这边呢，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是我们小时候在玩的，然后又可以买伴手礼，很多鹿港有名的伴手礼呢，在这里也可以买得到。那小朋友的话呢，就可以在这边玩一些怀旧的童玩。我们点了一只双麒麟来吃，非常有这边的主题。首先呢，这个双麒麟上面撒一些桂花，就符合这边桂花巷的主题。然后他又把双麒麟装饰成一只鹿港，这个主意蛮厉害的哦，很纯哦，所以它会很快融化，要赶快吃哦。那个鲜奶的味道超浓郁的。这是双麒麟80块，真的是我吃过这个价钱来说最大只的。我们2个人吃的好辛苦哦，都还没有吃完。好吃，但是真的要2个人吃，还会觉得哇好饱哦这样。这边还有一些台湾的文创商品，如果是外国朋友来呢，他一定会超爱这些的。像这个是珍珠奶茶的小徽章，然后我还有看过呢，臭豆腐做成这种小徽章。那外国人来呢，尝试过，他觉得他挑战成功了，他就送自己一个这样的小徽章，代表他已经得到这个殊荣了。然后这个呢叫做城市杯，那一般我们对于城市杯印象都是在星巴克的城市杯嘛。可是你看这个城市杯哦，它是做成台湾啤酒的形状。你看这个是我们啤酒杯的形状。大家来台湾不是都会要喝台湾啤酒，然后体验热炒文化吗？你在餐厅用的杯子就是长这样子的。然后呢，它有各种城市的代表图案，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收集的啊。我真的很推荐外国人可以买一个这个，因为你在别的国家买不到这个东西。没错，然后这个是彰化大佛的图案，来到彰化要收集一个吧。而且它比较小，蛮好带回家的。还有这个也超可爱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吗？这个是香皂，然后它做成乌鱼子的形状。还有这个夜市都可以看到的小吃，大肠包小肠，然后它也有做这样子的。吃香肠刀配大蒜有没有？它也帮你配好了。结果它却是那个肥皂。对，好酷哦！我觉得大肠包小肠最酷，因为它外面用丝瓜那个丝瓜布，对不对？我自己看了都会想买。这个羊毛毡的蛋黄酥很可爱吧？它也是肥皂，我这超聪明的哎！你里面放肥皂啊，然后透过这个羊毛毡，它又可以起泡，所以应该是很好洗的东西吧。这边还有套圈圈，还有弹珠台，小朋友真的会玩到不想走。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台湾文创纪念品，古早味的，真的都很值得买。我觉得这边呢，真的很适合来走走逛逛。我们现在在9区巷，这里有很多的文艺小店，像我们旁边的这一家呢，它就是一间茶馆结合陶艺，从外观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有味道，在这里面逛逛走走还蛮舒服的，拍照也很好看。我们再往里面走，真的就能感觉到9区巷那个弯弯曲曲的。那这个9呢，并不是指9个弯的意思，而是泛指多数。那这个9区巷呢，它其实也有一些实用上的意义，比如说，因为里面很曲折啊，如果小偷跑进来呢，他可能不熟路就跑不出去，有防范宵小的意义。在鹿港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有9降风，风非常的大，所以冬天呢，你在这里面吹不到风，当然就会感觉到比较温暖啊，所以就叫做取向冬晴。
这里面呢有一些古宅啊，把它做成民宿，这住起来就是特别的有味道。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还蛮喜欢来住这样的民宿的。到九曲巷的中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上面有一条过道，你就会知道你来到了11楼。那这个11楼呢，它其实两边呢都是长形街屋，那2楼就是用一个通道把它连起来。这个2楼的通道呢叫做走马廊。那其实这个11楼呢，它的名称啊，广为流传的说法有3种，一种就是说它用这个过道呢把它连起来，所以整个建筑的形状呢就很像十字形。再来有一种就是说主人呢爱好风雅，他经常的邀约10个文人雅士呢一起聚在这里。然后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他们常常在这里进行了琴棋书画茶等等的10种雅事，所以呢命名叫做11楼。11楼另外还有2个看点，一个就是这个小窗户，它叫做冲楼，它其实是一个防御设施，也就是说呢，我们人可以躲在里面啊，去查看外面的情况，然后呢，炮火就是对向外面。那上面呢，就是有一些酒瓮啊，在那里做装饰，它一方面呢是为了采光，一方面是为了通风。这个景点是1楼，它是庆昌大宅中的一间阁楼。我们现在在它最著名的杨桃树下，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阁楼里面呢，住了一位女子，叫做尹娘。她跟她的丈夫呢，刚结婚不久呢，她的丈夫就要去考试了，所以她的丈夫呢，就种下了这个杨桃树，然后告诉她说：“见树如见人，无事必即返。”也就是说呢，让你睹物思人，看到这个树呢，就跟看到我一样，我去考试很快就回来。可是呢，这个尹娘等啊等啊，她的丈夫音讯全无，所以她就后来思念成疾，抑郁而终了。但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是文人穿凿附会上去的，没有这件事情。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呢？就是这家的媳妇呢，她怀孕的时候呢，因为太想吃杨桃了，可是好像怀孕的时候呢，吃杨桃是一个禁忌，所以她就偷偷的吃。吃完之后呢，就湮灭证据，怕被人家念啊，所以把杨桃籽吐掉。结果这个杨桃籽它就长成了一颗证据在这里。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不要以为真的这样子很扯。我跟你讲，我妈以前就是吃芭乐吃一吃，然后在家门口不小心吐了一点籽，就真的长了一棵芭乐树，很有趣。到了该总结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在鹿港商圈1日游，参观了很多的古迹，然后吃了很多好吃的鹿港在地小吃。那说真的，鹿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真的是一天玩不完。大家可以选择呢，在这边找一间特色民宿，然后玩个2天，因为这个地方呢，随处都很好拍照啊，你信手拈来，四处都是老房子，都是古迹。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拍了鹿港，拍了3次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探索到。所以大家呢，如果有看到这集影片呢，还有什么厉害的景点啊，还有厉害的小吃呢，都欢迎继续推荐给我们。对了，我们有一个关于商圈的地图呢，已经把链接放在资讯栏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自行去参考。拜拜。